迎来到扭转乾坤，一个让你看透股市的频道。这里我们将为你讲解马股的大小事。上一支影片我们做了48动力这家汽油公司，并且探讨他们最近的企业活动与计划，看看这对他们最近造成了什么影响。那今天小编我将会来分析一个疫情后突然蛮火热的领域和其中一家公司。至于这家公司，小编我也早在3月28号在小编的看透股市教育群做过分析报告。想要加入的朋友们，可以在 pin comment 的 Telegram link 私信小编加入哦。那么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好让 YouTube 的演算法能把我们推得更远，让更多人学习马股知识哦。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领域就是钢铁领域。关于这个领域，之前我们也做了一支关于他们的详细解说，今天就来做一个跟进，然后再分享一支有关的公司。那我们先来说说这家公司，它是一家以钢铁为主的公司，也就是 Leonhardt Berhad。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主题，看看他们的业务到底是做什么的。他们主要的业务可以被分为2个部门，也就是贸易 trading 和加工 processing。那他们的贸易业务中主要是提供扁钢产品，例如卷钢、板钢、薄钢、焊接钢管和矩形与方形焊接钢件。而长钢的产品中就有棒钢、型钢和钢管道。那么说到这里，如果有朋友不明白什么是扁钢和长钢的话，可以回到之前的影片了解更多哦，因为上一期做了详细的解说。那我们接下来看他们第2项业务，也就是他们的加工业务。这项业务主要是运用公司内部的专业知识和设施，以承接扁钢和长钢的加工活动，包括切割、绞平、剪切、仿型、弯曲和精加工。而他们的成品就有碳素钢 （Carbon Steel）、不锈钢 （Stainless Steel） 和金刚 （Alloy Steel）。那么在进入他们的业务之前，小编我先来打个小广告，那就是扭转乾坤在5月1日举办的天机第1集企业活动线上探讨会哦。我们主要将会来探讨 private placement 背后的神奇操作和上市公司是怎么玩转私下配售这项企业活动的。如果要了解他们背后的玄机或有兴趣参与的朋友，可以到 Telegram 私信小编报名哦。那么简单的介绍了他们的业务之后，我们来看他们这个季度的业绩表现如何。首先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季度的收入比起上个季度的 163.8 个 million， 这个季度上升到了199个 million， 也就是 21.5% 的增幅。而盈利方面则是从 6.8 个 million 增加到了 18.1 个 million， 足足翻了 1.8 倍之多。而盈利率则是从上个季度的 4.1% 上升到了 9.1%。那么这么高的盈利都来自哪一些领域呢？从他们的季度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 Trading 贸易一共贡献了 23.9 个 million 的盈利，而 Processing 加工则是贡献了 54.5 million 的盈利，也就是分别占了总盈利的 30% 和 70%。而其中一个高盈利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年度的 Cost of Sales 成本被控制的比去年好。那么讲到这里，为了更了解 Leonhardt Berhad 和钢铁领域的未来，我们将会来跟进目前的钢铁市场。首先，中国身为全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在2020年共占了全世界的 56.5% 钢铁生产量。因此，中国的钢铁产量对于钢铁价格有着很大的影响。但是，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钢铁供应过多，而且此情况维持了5至6年，直到习近平上任。之后，习近平执行了蓝天白云政策，以关闭非法无准证的钢铁厂，并且要求小型钢铁厂合并，对钢铁厂实施限产，才得以稳定钢铁价格。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钢铁价格最近的走势。首先，我们要了解钢铁是属于周期性行业，而现在就是刚好到了钢铁的周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Rebar 螺纹钢的价格自2020年3月开始就不断上升，而左边的价格为人民币。那么其实不止 Rebar， 其他钢铁价格在近期也增加了许多，而原因主要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导致许多钢铁厂都被迫暂时关闭。
导致供应减少，然后在2020年下半年经济开始复苏，钢铁需求量暴增，而导致价格进一步上涨。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自从去年8月，中国的钢铁产量持续减少，而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工业信息技术部 MIIT 表示，作为中国2021年到2025年第14个5年经济计划中低碳计划的一部分，中国钢铁业必须在2021年减少其钢铁的产量。因此，在经济复苏需求增加和世界最大钢铁生产国减产的情况下，钢铁价格在去年下半年就一路上涨。至于在2021年，小编我之前在3月28号分析出了有3个会让国际钢铁价格继续上涨的因素。首先呢，短期因素将会是苏伊士运河 Suez Canal 的阻塞，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但是这也算之前导致钢铁价格上涨的原因。众所周知，一只400米长的货船 Evergreen 在大风的影响下，对角的嵌入运河旁，阻塞了全世界上最繁忙的水路之一。而苏伊士运河长120英里，连接印度洋和地中海，这使它成为在亚洲和欧洲之间航行而不必绕过非洲航道的船只的重要通道。全球约12% 的贸易都通过苏伊士运河，每年运送的商品价值超过1个 trillion 美金，而当时的不确定性也让国际生产线造成影响。而钢铁作为重要的商品，价格也因此上升。此外，这一次阻塞也让油价上涨，而油价的上涨也会让运输费增加，从而导致钢铁价格上升。那之后就是中期因素，也就是像刚才所说到的中国减产。中国 MIIT 表示，钢铁业必须在2021年减产。随着各国展开疫情后的基建计划，钢铁需求也预料持续增加，而这预计也会让钢铁价格上涨。至于长期因素，就有拜登政府的大基建计划，因为拜登政府在商讨一个价值2.3 trillion 美金的大基建计划，这个提议预计将集中在基础设施支出上，其中包括数千亿美元用于修复该国的道路、桥梁、水路和铁路。它还包括用于建筑物翻新、安全改进、学校基础设施、低收入和部落团体的资金，以及用于学校和教育基础设施的100个 billion 美金。假设此计划通过，预计美国对钢铁的需求将会暴增，因而带动其价格上涨。但是此计划还有待美国两党讨论，预计短期内不会落实。那么量发为什么截至3月28号会那么瞩目呢？这是因为量发在大多数的指标中远比国内其他钢铁股来的优秀。可是量发的 inventory turnover 最低，意味着比起同行，他们的货仓里的 inventory 的周转率没有那么快，可能会因此囤大量的货。但是这也代表着他们之前囤积的便宜铁可以在现在卖更好的价钱。之后量发也很好的控制着成本，他们 13.2% 的 gross margin 也是同行里最高的，这也显示出管理层的精明。PE 方面，量发的 PE 截至3月28号是同行内相对低的，所以有被低估的可能。接下来我们当然也要说说量发Berhad的利空，那就是他们的债务属于偏高，一共拥有291.8个 million 的贷款在手，所以这个绝对是投资者们要注意的事项。而第二个就是他们的股票流通性不高，因为他们70%的股权都被他们的控股公司持有，而这很有可能导致 volume 不高。那么第三就是他们最近想要做私下配售来购买钢管制造的机械，而这也将稀释他们的每股盈利。那么以上的分析都是截至3月28号，如今股价已经上涨，所以投资者们必须做好风险评估哦。那么你们觉得钢铁未来是否还有趋势呢？欢迎你们多多到留言区与小编分享您的高见哦。然后如果你们想要小编我做其他公司的业绩解说的话，只需要 like 这支影片，然后在留言区写上公司的名字就可以了哦。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